娘娘在上，保佑学生刘彦昌高中状元，再封个大官儿，顺便保佑我家宅平安，财源广进，多子多孙，无病无灾。最好再赐我一段大好良缘，让我娶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。烧3根香，就想把所有好事都揽自己身上，这算盘打得这么精，哼，别考科举了，去当账房先生得了。我花钱买了香，献了香火，神仙拿了香火就该替我办事。没想到下凡办差，还能遇到有人敢使唤三圣母办事。我这要是站出来维护三圣母，二郎显圣天君不得对我另眼相看啊！阁下好大的威风，连个9品芝麻官都没混上，就敢在这儿指手画脚，使唤神仙给你干活？谁给你的胆儿子？你又是谁？我跟他讲道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怎么，就许你在这儿胡说八道，不许我们说句公道话？你们简直是蛮横无理，一群粗人！我看真正蛮横的是你。要是神仙真收了香火就办事，那还考科举干什么？你这哪是拜神，分明是来行贿的。行贿还这么小气，简直把读书人的脸都丢光了。说得对，就3根香，就想换一辈子顺风顺水、升官发财，心也太贪了。难怪读了这么多年书也没考上，心思全用在投机取巧、求神拜佛、走捷径上了。胡说八道！神仙受了凡人的香火供奉，就该帮凡人消灾解难。神仙不保佑凡人，那还当什么神仙？荒唐！做人得靠自己，连人都没做明白，还指望神仙帮你考科举，简直笑死人了！我最敬重三圣母，不许你在这儿胡说八道。粗人，一点斯文都不讲。我们读书人靠的是诗词歌赋、锦绣文章，你不懂笔墨文采，粗俗不堪。文墨，你听好了。华月催为震9天，仙姿清冷落云渊。宝莲明灭除凡垢，不染俗尘半缕烟。我随口说一句，都是你一辈子都写不出来的水平。这小仙丽看着平平无奇，没想到还挺有文采。你，谢兄台仗义直言，在下杨念三，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在下陈威，字清泉，旁边这位是我同乡马木之。清泉，好名字。清泉喜浊尘，刚才驱赶污浊之人，倒也应景。山高水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清泉兄，刚才那位上仙居然主动跟咱们结交，看出来了。杨念三身上没有半点妖气，仙力精纯，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上仙。不过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在三圣母庙里如此自在，对香客的做派平手论足？化名杨念三，身上还带着掩盖不住的高阶仙力波动，8成是三圣母身边的护法神将。怪不得刚才在大殿里，清泉兄正气凛然，怒斥狂徒，得长800个心眼子，才能有兄弟这般聪慧吧？哎呀，谬赞谬赞！清泉兄，来抹点，咱们下界找陈灵草，轻轻松松就采完了，总不能干干净净回去交差吧？把这灰抹在鞋上，装出一副跑了很远路，吃了不少苦的样子，得让侯大人亲眼看到。马兄高见啊！以前交差，侯宗可是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这次怎么反应这么大？难道是他知道我们抹灰糊弄他的事了？大人，我们在下界找遍45座山，终于找到了这株陈灵草，总算不负大人所托啊！
哎呀，两位老弟一路辛苦，快喝口热茶暖暖身体。大人太客气了，给您办事是我们的本分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绝不退缩半步。哈哈哈哈。好，说得好，两位老弟，我提前恭喜你们了，你们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。等会儿李印上仙亲自过来，带你们去见太白金星。以后你们在星君身边办事，有机会说得上话的话，可得拉哥哥一把呀。星君到！通明殿先例陈威，马牧之何在？随我来。拉哥哥一把！居然没有鱼饵，连鱼钩都是直的，这能钓上鱼才怪。上仙在钓鱼，鱼却咬不上钩，肯定是在考验我，会不会来事儿，眼里有没有活。星君，小的下去帮他们一把。定。想挂鱼啊？这么莽撞乱来，以后怎么能走得远？属下莽撞，让星君见笑了。你在华山做得很好。星君过奖了，属下不过是说了句公道话，维护上仙的尊严，保住天庭的名声，本来就是我们做仙吏的分内事，全靠上仙们平时教导得好。年轻人倒是通透，不仅能办事，还懂规矩。门外那个仙吏眼界也不错，懂得审时度势。老朽眼下正好有桩差事，需要你们去办。属下定当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本宫没看错吧？他真的很有才华，谢星君帮忙。哼，看着倒还算机灵，懂得审时度势，嘴皮子也利索。不过这么快提拔他，到底是福是祸，得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婵儿知道了。婵儿，天规森严，别乱来，把庙里的因果还了就行。咱们当神仙的，看着高高在上，能呼风唤雨，其实很多事都身不由己，凡事都得讲规矩。星君，天规无情，难道做神仙就一定要斩断七情六欲，忍受无边无际的寂寞吗？天仙，拿好令牌，立刻上任当差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上不断跳动的脉搏脉络。七舅老爷，您看见没？小马终于出息了，成天仙了。马大人，看看星君交给我们的任务吧，咱们得下界一趟。花果山，查案查到斗战胜佛的老家去了。没有妖气残留，也没有虫子咬过的痕迹。连仙力都救不活，这里面水很深啊！谁？出来！啊！哼，想跑？没那么容易。胆子不小啊，居然敢给果树下丹药毁根！老马，带上人和赃物，咱们去山神庙。哎呀呀呀！下官实在是公务太忙，一时没察觉到两位天官驾到。
怠慢了上仙，还请多多包涵。夏侯大人太客气了，您勤政办公，事务繁忙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不请自来，倒是显得唐突了。夏侯大人既然忙，那咱们就长话短说。这家伙在果树底下鬼鬼祟祟，下药毁树根，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更巧的是，他身上还挂着你们山神庙的令牌。审核，好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敢背着我去毁大圣爷的果树！大圣爷待我们不薄，花果山和山神庙向来互不干涉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没错，都是我干的，这事儿跟山神庙没关系。我就是看花果山那群猴子成天蹦跶吵得慌，心里不痛快，想出口恶气。两位天官明察秋毫，一来就揪出了这个祸害。是下官管教下属不严，差点闯了大祸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毁花果山果树的就是这个审核。大人您看？我看未必吧。这家伙连散仙都算不上，敢拿丹药去毁灵根，图什么？真讨厌猴子，直接对付猴子就行，跟树苗较什么劲？他图啥呀？小的就是看猴子不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该打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天官面前冲大头算？大圣爷道场里的果树，连天庭的星君都得客客气气的，可连仙级都没有的小喽啰，敢去给果树下断子绝孙的药，长了几个脑袋够砍的？夏侯大人，审核确实不是东西，但这里面恐怕有隐情。一个小喽啰从哪儿弄来的这种弹药？夏侯大人是花果山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马大人当年在御马监当差，也是降服过天马的好汉。咱们联手把审核背后的主使揪出来，帮大人清理门户，怎么样？陈大人说的是。按照仙律第72条，私自毁掉在册洞天福地的灵根是死罪。你这种没入仙级的，就只能押去阴曹地府，交给判官处置。地府的规矩，毁灵根的先进无间炼狱，受烈火烤49天，天天烧你五脏六腑，49天后再抽走你三魂七魄，打散你的真灵，直接魂飞魄散，连投胎当畜生的机会都没有。夏侯大人，俺那地界的开山文书怎么还没批？下面的小妖们都等着开工呢，耽误了时辰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审核快要招供的节骨眼上冲进来要文书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我故意拖着。你看，天庭的仙官来查花果山果树的案子，上差的命令我哪敢怠慢，所有事儿自然都得先紧着办案来。花果山其他的民生、开山修路，全都得往后排。娘西皮，什么花果山山果花？难道俺的地盘就不重要了？猴子的树是树，俺手下的生意就不是生意了。放肆！敢在钦差面前动刀子！今儿个要是不给俺个答复，俺就死在这大堂上！老子是天庭造册登记过的功德妖王，你们两个脱不了干系！想碰瓷，你找错对象了。这位兄弟，你莫慌，咱们先好好看看你的身体状况。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哎呀，马大人，赶紧取证啊！好
好，取证。大人办案就是严谨严谨，保证铁证如山。熊哥舒服吧？你多冒昧！不讲不讲。两位天官手下留情，再这样下去，这位兄弟就得笑死了。咱们换个地方聊。两位大人，刚来花果山办差，一路风尘仆仆，这是咱们花果山的特产，您二位带回去，就当尝个鲜。夏侯大人别开玩笑了，花果山盛产水果，本官倒是知道，可这功德金砖什么时候也成花果山特产了？大人说笑了，花果山盛产水蜜桃、鲜杏，但今天情况特殊，两位大人来了，这金砖就是果子，您二位拿了果子回去就能交差了。至于主谋，大堂上的审核就是皆大欢喜，大人觉得怎么样？不对。大人哪里不对？有刺。本官说的是茶里面有刺。大人真会开玩笑，好端端的茶怎么会有刺？就是啊，花果山怎么就盛产起功德金砖了？大人，是都可以谈，果子也可以加。两位大人想要多少果子就拿多少，袋中随便抓一把，都抵得上你们熬好多年的俸禄。大人难道不心动？拿吧，这么多功德，得修炼多少年才能攒到啊？东西要是拿了，就得上夏侯烈的贼船，上了可就下不来了。有审核这个替罪羊，交差完全没问题。这差事可是太白金星亲自指派的，你能瞒过太白金星？醒醒！这点功德跟上仙赏识比起来，哪个重要你分不清吗？夏侯大人，果子确实诱人，可惜本官牙口不好，怕崩了牙。大人当真一点面子都不给？天条在上，我不敢徇私枉法。那个叫审核的，连仙门都没进，他说看猴子不顺眼，就能弄来高阶丹药，毁了满山的灵根。夏侯大人信，我可不敢把这话写进结案文书里，拿到通明殿去交差。上仙要是问起果树枯死的真正原因，我拿什么说？拿大人的金砖去堵太白星君的嘴吗？既然这果子扎嘴，那我们就不吃了，去查根源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花果山地界敢拔大圣的树，断天庭的根基？慢，不能查，这里是山神庙，我说了算。夏侯大人，我奉天庭命令严查花果山果树案，你3番5次阻拦，难道你就是幕后主使？陈大人、马大人，你们刚入天仙级，正是一腔热血想在天庭干出一番事业的年纪。我懂，可天庭仙官多了去了，凭什么别人都随波逐流，就你们俩与众不同？真以为挂着仙级玉牌就是替天行道的真君了？仙官，首先是仙，求的是长生不老，修成大道；其次才是官，干的是人情往来、顺水推舟的差事。有了功德，才能躲过3灾9难。你们放着眼前的1000年功德不拿，非要死磕到底，不为自己修仙铺路，难道还真是为了3界众生啊？对啊，本官办案就是为了3界众生。夏侯大人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刘颖石都全记下来了。除非你能跳出3界之外，不在5行之中，不然我们把这石头往通明殿一交，你的罪名就铁板钉钉了，跑不掉的。山高水长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事你处理得不错，山神庙不用管了。一个下界小仙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你拿着我的信物去一趟南海珞珈山。对了，这朵祥云送给你。
到了，这祥云跑得还挺快，不过怎么看着像女孩子用的东西？菩萨早就吩咐过，说天庭要是有仙官来，就把这个交给你。菩萨还留了一句话：水能滋养万物。多谢行者，公务在身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夏侯烈和那个熊精熊大都死了，说是上吊自杀，可背后全是法剑的伤，都被捅成筛子了。小妖们赶到的时候，桌上还留了畏罪自杀的绝笔信，说回果树都是他们贪私利，没脸见天庭。咱们要不要去山神庙查一下？夏侯烈既然留了绝笔信畏罪自杀，那就是天庭其他衙门该管的事。我们是民俗风纪纠察司，奉命下来只管果树枯死的案子，越权办事是官场大忌。陈大人，下界办事雷厉风行，手脚真利落，辛苦辛苦。折煞下官了，替星君分忧是我的本分。哎，怎么会是折煞呢？花果山的案子查明了结，就是大功一件。不过星君正在内院清修，不方便打扰。按天庭的规矩，这类结案卷宗应该上报给4大天师。陈大人不如把卷宗交给我，我跑一趟，替你交差复命。这是抢功劳来了。让我去天师那儿交差，谁不知道案子一进4大天师的文书库，功劳就得被层层扒皮，而且越过派差事的上仙去别的地方复命，是仙官的大忌。他这是想断我直接面见太白金星的路子啊！上仙体恤下属，下官感激不尽。只是我是奉星君的命令下界办事，差事是星君亲自派的，要是我自作主张去天师殿交差，岂不是坏了规矩？我职位低微，胆子小，就算借我个胆子，也不敢去惊扰天师啊。陈大人说的有道理，规矩当然不能乱。不过仙班里讲究各司其职，尤其是在内院伺候上仙的差事，得用自己信得过的人。外面风大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迷了上仙的眼。陈大人，你说呢？上仙的教诲句句在理，所以我更不敢自作主张，一定要当面跟仙君汇报。进去吧。畏罪自杀，留了绝笔信。既然山神自己了断了因果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星君说的是，民俗风纪纠察司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各种差事就靠你和马木之2个人，怕是忙不过来。正好我做主，再给你们衙门安排一个副手，帮你们分担分担。下官遵命，多谢星君体恤。差事刚办出点成绩，转眼就塞个人来分权力，新来的副手肯定背景不一般，以后衙门里的日子怕是没那么顺心。大人，好事啊！你看谁来了？哎，是你，陈大人，以后咱们就在一个衙门当差了，都是同僚。我刚来，还请主官大人多多指教。杨兄就是星君说的那位副手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当初在华山，2位大人微服私访，把我瞒得好苦，谁能想到2位居然是通明殿的神仙？杨大人别见怪，下界办事不得不隐藏身份。不过杨大人说我隐瞒，您自己不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吗？此仙身上灵光内敛，一点下界的烟火气都没有，绝非凡胎飞升。能在圣母庙里来去自如，转头就被太白金星塞到咱们纠察司，来头能小吗？多半是哪个仙门大族派下来镀金的，来咱们这小衙门就是走个过场，混资历的，当成祖宗供着就行。2位大人，当初在圣母庙里怒斥无赖出口成章的时候，
二位可是能说会道，言辞犀利，气场十足，怎么今天在自己衙门里反倒这么安静？难道是我长得太蠢，吓到二位了？杨大人说哪里话？咱们衙门能有您这么仙风道骨的同僚加入，我心里太高兴了，一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之前在华山偶遇，还没敢问圣母娘娘近来身体还好吧？陈大人这话问的奇怪，大人怎就知道下官与圣母相识？我猜的。哼，大人可真够聪明的。杨大人，您就别藏着掖着了，咱们这草台班子能有今天，全靠圣母娘娘关照。要不是娘娘在新君面前说了话，哪有我们兄弟俩的天仙位分？圣母娘娘慈悲，满天神佛都知道。要不是她老人家暗中帮忙，咱们怕是还在通明殿里熬灯油呢。陈大人说的太对了，圣母她老人家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以后一定去华山，给她老人家。他不老。他听到老人家三个字，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护法神将天天守在圣母身边，肯定是杨念三偷偷喜欢圣母娘娘，不许别人把他心上人叫老了，爱情让人盲目，理解理解。马大人，哎呀，你看这一脚踩得好啊，灵气收得稳，力道又刚猛，力气穿透仙域，却不伤地脉。可不是嘛，我见过那么多星宿神将，单论腿上的功夫，杨大人说第二，满天仙官谁敢说第一？好脚法，真是好脚法。刚才一时情急，让两位大人见笑了。圣母娘娘不像二位想的那么年长，她一心修道，至今还是未出阁的女仙，叫老人家有损仙姿，确实不太合适。听听，连未出阁都知道，没点猫腻谁信啊？杨大人，不用说了，仙家岁月漫长，天天待在一起，产生感情很正常。我懂。陈大人，你们想多了。明白。杨大人今天刚上任，咱们来说说接下来的安排。议事当然好，不过小弟初来乍到，给两位大人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咱们不如边吃边聊，如何？见面礼能让这位仙二代拿出来当见面礼的，肯定不是普通东西吧？金丹还是蟠桃？哎呀，杨大人太客气了，都是自己兄弟，还带什么宝贝啊？不知道是什么稀罕的仙家好东西？汤圆，趁热吃。啊，快尝尝，连圣母娘娘平日里都特别喜欢呢。圣母娘娘爱吃。甜，好甜！这汤圆也太甜了，死菌快咽下去！还想不想进步了？陈大人，难道不合口味？太好吃了！杨大人，我修道上100年，没想到能吃到和圣母娘娘同款的仙家美味，这甜味直透神魂，简直是我修仙生涯里的一大幸事啊！陈大人，真有这么好吃？千真万确，绝对没有半句假话。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。两位大人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多吃点，别急，慢慢吃。本小官在下界煮了许多，两位大人放开肚皮吃，管够。星君怎么会把这差事指派给我？这女波国王真是魔怔了，唐僧都已经修成正果，飞升成旃堂功德佛了，他还放不下，还让全国到处都塑他的金身，这么多人天天念叨着，因果缠得死死的。佛家讲究4大皆空，结果天天被凡间的痴念缠着，怪不得旃檀功德佛天天叹气。
大人，你看，怎么全城上下连个小孩都见不到，全是成年女人。确实不对劲。西凉国运全靠城外的子母河维持生息，难道子母河出了什么问题？大人，维持女国命脉的子母河河道都干裂了，一滴水都不剩，连地下的水眼都被堵死了，半点灵气都没有。子母河干涸，西凉国断了后代可不是小事。是该去四海龙宫借水呢，还是上报天庭的水德星君呢？大人，干涸的好啊，下官有个办法。西凉国的国运断了，那可是灭顶之灾，咱们就拿这个当筹码，用仙家的本事把子母河的水眼重新弄好。条件就是让凡间的女王把那些金身都撤了，断了念想，用一条河换一个念头，她保住了国家，咱们帮旃檀功德佛了结了旧账，一举两得。不愧是你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女王，把唐僧的金身都撤了吧，我们可以用仙家的法子把子母河的水眼重新修好。女王，您看怎么样？两位仙长，本王不愿，玉帝哥哥是我此生挚爱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竟然有节气，怪不得堂堂旃檀功德会头疼。我要是强行干预的话，必定要沾染节气。糊涂！你是一国之君，受着万民的供奉，本来就该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。结果你为了自己那点私情，宁愿眼睁睁看着西凉满城女人断子绝孙，国家灭亡。仙长满口大道规矩，高高在上，敢问仙长，你懂什么叫爱吗？敢问仙长，你懂什么叫爱吗？仙长，你明明是……好了，既然不愿意，我们也不强求，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。真是没救了，脑子一根筋，宁可亡国断后，也舍弃不了情爱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杨大人别气，这女人三魂七魄都被节气缠上了，早就没了理智，完全被执念控制了。咱们得想个两全的办法，既能交差，又不沾着因果。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一切都是那和尚惹出来的。我现在就动身，去把旃檀功德佛本人请下来，自己惹的桃花债，就该自己来摆平。直接去请真佛，也太敢了吧！仙家办事怎么跟小姑娘赌气似的？难道她其实是女的？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？想在天庭混，不该知道的别瞎想。去请佛也好，我正好去查查水眼干了的蹊跷。子母河管着阴阳生育，不可能平白无故断流，肯定是有妖邪在背后搞鬼。这种带着特殊灵气的河道，要不是被人暗中动了手脚，绝对不会干得这么彻底。果然有妖气。去，瞎了眼的凡间道士，没长眼睛啊！这地方早就被我家大王封了，方圆10里不准任何人过来。吵死了！县长饶命，县爷爷饶命！本官问，你答。这条河为什么干了？回县长的话，小的真不知道河水为啥干了呀！小的本来是落台泉的守卫，奉如意真仙的命令来这儿看守干涸的河道。小的地位太低，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机密呀！老马，查阅案卷，摸一摸如意真仙的底细。大人，据案卷记载，如意真仙是下界积雷山出身，跟牛魔王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。当年齐天大圣护送唐僧西行，
路过解阳山的时候，跟如意真仙打过交道。天庭史官写的委婉，只说是论道切磋，但凭我多年经验，多半是闹得很不愉快。子母和干河根本不是天才，是当年的旧仇找上门了，打不过猴子，就来欺负和尚的老相好。跟这种占山为王的妖修打交道，空着手去，就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诚意一够了，接下来的戏才好唱。看这架势，当年齐天大圣取经刚路过这儿，十有八九跟守军的如意真仙碰出了猛烈火花。如意真仙在庵里吗？来者何人？哪个不长眼的小神仙敢在解阳山这清修补地大喊大叫？知道这地方是……哎呀呀，原来是上界的天庭仙官驾到，小仙有失远迎，真是罪过罪过。不知大人今天下凡来是有什么事儿啊？真仙客气了，我今天路过这儿，听说解阳山风景不错，特意来结个善缘。这一篮子仙院的土特产，真仙别嫌弃。嫌弃？大人这话可就折煞小仙了。这种上界仙院才有的好果子，小仙平时求都求不来一颗。大人太有诚意了，小仙受宠若惊啊！我今天从西凉女国过来，看见城外的子母河都干裂了，一滴水都没有。这条河管着女儿国的生儿育女，干太久了，违背天地阴阳的规律。真仙一直在解阳山住着，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？哎呀，上官，您可问错人了，小仙不知道啊。小仙平时就闭关修行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虽然是个散妖，但向来心向天庭。每天早晚，小仙都必定朝着凌霄宝殿烧香磕头，就想为三界生灵出点力。那种断人后代的缺德事，小仙是绝对不敢沾半分的，还望上官明察。是个老滑头，前面推脱都是装的，后半段喊着拥护天庭才是重点。子母和干河这事多半就是他亲手干的。既然真仙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也只能按规矩办事，如实回禀通明殿了。子母和干河，西凉国断后，这是大罪。到时候请了法旨，少不得要调雷部的天将，28艘的星官下凡彻查。到时候搜山查岭，探查地脉水眼，要是惊扰了真仙清修，或是哪个不长眼的天兵碰坏了落胎泉的草堂，那可就不归我们民俗纠察司管了。哎呀，上官留步！您看我这是记性，刚才一慌，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想起来了，小仙想起那条子母河了。上官明察，子母河毕竟是西凉的地盘，名义上归江河水府管。小仙就是个山里的野道士，河水就算出了事，我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怎么好越权去管？小仙也想为天庭效力，可总得有个正当的由头才行啊。真仙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，凌霄殿向来对三界有志之士敞开大门。不过嘛，凡事总得讲个先后顺序。子母和干河这事是惊动了通明殿的大案，真仙要是想名正言顺为天庭效力，总得先把子母河的事解决了。我案卷上有实打实的功劳，才好往上打报告，替真仙讨要名分啊。大人抬举了。西凉国的国运复杂，子母河底的地脉水眼又被多年的怨气冲撞了，要重新打通开辟，耗费的精力物力太多。小仙这落胎泉的道场穷，没什么家底，再加上名分还没定，手下那些不成器的徒弟们怕是调不动啊。真仙，且看此物。星君的手令，大人的差事就是小仙的分内事。2个时辰，不，1个时辰之内，保证让干河的河道重新有水。真仙果然识大体，不愧是积雷山出来的人物。瞻参功德佛，这哪是我一介散妖招惹得起的？
上仙，小妖这就去西凉城外疏通地脉，处理子母河的事。公务紧急，不敢耽误，先撤，先行告退。这仙二代副手也太猛了，真把詹堂功德佛请下门了。看见了吧，我说能请来，就绝不含糊。这牛妖也太狂了，竟敢在山门口立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！要是让猴哥看见，还不得把解阳山掀翻了？老朱今天先替他扫扫门。怎么，没见过这么帅的和尚？下官陈威，参见天蓬元帅。呀！你一个小小的仙官还挺上道，挺会说话，比那弼马温顺眼多了。下次去通明殿赴宴，要是碰见太白老头，我肯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多谢元帅提携。大师，咱们是不是该先动身，去西凉城了结旧怨？不急不急，先容贫僧把周遭灰尘掸干净。八戒，你也是，砸一块牌子也就砸了，何必动作这么粗鲁，惊了山里的花草？哎呀，行事怎么总是这么急躁？刚才碎石溅起来，又把鞋面弄脏了，赶紧擦干净。玉帝哥哥，先拖一拖时间，不然怕是佛心不保啊。大师，咱们该出发了吧？八戒，这地方穷山恶水的，千万别大意。你去探探周围有没有妖邪盘踞，要是有，就得除干净。没有，太平得很。八戒，别偷懒，仔细查。师傅，这个真没有。咱们两尊大佛往这一站，妖魔鬼怪早就钻第三尺躲起来了，哪敢露头啊？走吧，大师，因果总有了结之日，不是？哎，走，西凉城在哪边来着？八戒啊，要不咱们别驾云了，走路走一趟，就当重温当年西行化缘的苦日子，怎么样？咱们走。牵扯空间大道的顶级神通，绝非寻常仙家能够施展。杨念三不是天仙。玉帝哥哥，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多年不见。快退，别挡着人家。玉帝哥哥，你竟是连看我一眼都不愿吗？玉帝哥哥，你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着相，世间种种皆是虚妄。我知道你装成听不到，我也能知道，我的你都不要。我知道，却还这西凉女王真是难缠。玉帝哥哥，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，我独守着这座王城，塑了满城的金身，就只求你一句准话。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？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。阿弥陀佛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施主有没有想过，西凉城里百万百姓，一己私情和一国百姓的生计，哪个轻哪个重？都是因为施主陷在执念里，乱了国家大事，才导致山河变色，水脉断绝。全国的生灵都因为施主这点所谓的孤单心事，陷入了断后亡国的危机。牛啊，不愧是灵山大脑，居然用家国天下的大道理来击碎儿女情长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大人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大师说的对，女儿国王为了自己的私情，不顾城中百姓，实在是违背天道。大人，我问的是，你觉得玉灵痴情吗？痴傻。如果
有个女子当着大人的面说这些话呢。如果有一个女子向大人问情爱之事呢？当然了，下官是替一个仙门朋友问的。真遇上这种事儿，我肯定毫不犹豫，直接拒绝。咱们这点小神仙，每天当差都如履薄冰，哪敢想什么风花雪月？大人的意思是，修成了大仙就可以了？按理说该是这样，底层神仙就该摒弃杂念，把上级交代的差事放在第一位，等道行够了，身居高位了，才有闲心谈别的。要是大人真成了大仙，刚好有个女仙对大人芳心暗许，可他偏偏有个厉害、行事霸道还不讲情面的哥哥，大人会怎么办？下官纯粹是替朋友问的。懂了，无中生有，杨念三嘴里的朋友就是他自己。看来肯定是平时被二郎神压得喘不过气，才借着这事儿试探我。身在天庭，同行背后的强大势力可是难得的政治筹码，还是安慰他一下吧。想尽一切办法搞定他哥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总归会有办法的。说的不错，搞定他哥。这么猛？不是吧，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师傅真的开窍了？玉帝哥哥，林妹，咱们当年能拥有过彼此一瞬间就够了。佛祖说过，情爱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林妹你得振作起来，西凉国不能没有君主，千万百姓不能遭灾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贫僧愿意把一点真心永远留在西凉。佛祖说过这话？看眼前这架势，咱们衙门的差事应该能顺利结案了。不对，他体内的节气没那么好去除，几句好话安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，节气一天不除，西凉的旧怨就一天没法彻底了结。除非让女王一起去西天灵山。让凡人之躯走108000里，直接到大雷音寺，这天大的因果，一定得找个足够厉害的背锅侠。天蓬元帅皮糙肉厚，最适合扛着红尘因果啦。怪了，老朱怎么突然有种要倒霉的预感？元帅，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不咱们想个法子，替女王解了节气。正是这个理，元帅威名远扬，化解这场恩怨全靠元帅出马了。老朱怎么觉得你俩一肚子坏水，根本没安什么好心？我以前在通明殿看史书，最佩服元帅您了，您可是3界少有的大英雄。现在西凉国这堆烂摊子，别的仙佛躲都来不及，也就您出手能摆平，这事儿非您不可啊。那当然，老朱当年在天河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说吧，你们想出啥主意了？下官斗胆提个建议，不如元帅您施展佛法，把女王渡入佛门，顺便带回灵山雷音寺去。不行不行，灵山是清净佛地，带个凡间女人去雷音寺，漫天诸佛不得扒了我的皮，绝对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元帅您可是天庭出了名的热心肠，现在您师父遇难，正是您露脸担事的时候，要是这点担当都没有，传出去，您的名声可不就跌份了？就是，女王去灵山能化解节气，是造福西凉百姓的大功德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行，就当我老朱吃点亏，带凡人去灵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实在不行，让斗战胜佛背锅。反正这事儿猴子熟络。你既然执念这么深，不如我给你指条路，渡你入佛门，带去西天灵山，天天伴着青灯古佛，不比在这儿强。
你！不行，八戒你别胡说，灵山是清净佛门重地，哪能私自带凡人上去？诸佛知道了怎么看我？我名声事小，坏了女王名节事大，绝对不行。大师，这事儿好办，您就假装没听见不知道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因果沾不到您身上。不答应的话，西凉这因果了不了？佛心怕是要一直困在这儿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贫僧眼盲耳聋，什么都没听见。玉帝哥哥，算鸟算鸟，别喊了！我师父向来脸皮薄，他这一走啊，就是默许了。剩下的事儿，我老朱帮你们摆平。可真去了灵山，诸佛问责下来，不会连累玉帝哥哥与大师吗？哼，问责？问个屁的责！灵山有个专替大伙背黑锅的活祖宗，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，是斗战胜佛念旧情，强行把人掳上山。猴哥债多不压身，满天神佛哪个敢去找他的麻烦？好，太好了，杨大人，咱们这一箭双雕，既化解了节气，又办完了差事，咱们民俗风纪纠察司又添了一笔实打实的政绩。天庭衙门考核严，大家偏来偏去，不就是为了功德？办完差事，通明殿就记功德，没功德修为长不动，在天庭根本站不住脚，更别说升官了。大人，多谢你的关照，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。使不得，同僚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哪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大人快快收回。让你收好就收好，不要推辞。哎呀，本官岂是那种贪图便宜的人？真仙，戏看够了吧？出来露个面。那明明是三圣母独有的仙门威压，三圣母送玉佩给一个小天仙。大人，城外子母河的阵眼我都拆完了，水脉通了，半天之内河道就能重新有水。差事办完了，我这就回落胎泉闭关。大人手段厉害，我今天是真服了。多结善缘没坏处，这老妖虽然行事不地道，但背后靠着积雷山，今天镇住他，不妨留个后手。真仙要是真心想靠拢天庭，谋个出路，得先从名头改起。比如你这道号，如意真仙听着像游方郎中，没气势，改个响亮的，一听就知道心向天庭的名字。爱天庭，响亮的名头。有了！既然要让上头看到我的一片忠心，以后索性我就改名叫牛爱天。启禀星君，西凉国的案子我都办完了，子母河水脉通了，怨气也散了，全靠星君运筹帷幄。我就是跑跑腿，总算没给通明殿丢脸。原本将案子丢给刚成立的风纪纠察司，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死马当成活马医。没想到陈威办事这么稳妥圆滑，天生就是吃仙家饭的料啊！清泉呐，案子办得漂亮，后生可畏。陈威就是个靠溜须拍马上位的无耻之辈，论资历论出身哪点比得上我？这种货色也想在通明殿立足，得找个机会杀杀他的威风。星君，通明殿先聊比试的事，我连夜拟定好了，四大天师都批注盖印了，就等您定夺。清泉，这次殿里比试你报名了吗？下官刚掌管纠察司，衙门里卷宗堆成山，天天扑在公务上，实在没有时间参加。清泉啊，在通明殿当差得劳逸结合，神仙长生不老，要是天天埋在案卷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苛待下属呢。是下官愚钝，没体会仙君的苦心，我知错了，回去就把名额补上。很好，亮平你也听见了，清泉要参加，你给他补个名额。仙君，比试名册已经封卷，四大天师都盖印留档了，现在再加，流程上恐怕不合适。无妨，加上就是。是。大人，
通明殿的文书下来了，西凉国一案，上头批了5000年功德。好，老马，按规矩分，你和杨大人各分1000年。陈大人，上次你借我的1000年功德，今天正好还清，咱们俩清了。本官什么时候借过？哎，陈大人忘了，通明殿是最讲天庭规矩的地方，天条明文规定，仙友之间私下拆借，得按时归还，不能拖欠。大人是上仙，更得以身作则，哪能带头坏了规矩？杨大人，留步，使不得！女大3000，位列仙班。这种比试就是给上仙消遣，比试不重要，人情世故才是第一位，随便应付下得了。大人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什么事这么慌？您的画作获奖了，第9等。9等，还行，能在通明殿混个名头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大人，您还是自己看看比较好。通明殿掌管记录的喝多了，下官刚看到时也吓了一跳，还特意找熟人打听了，上面的说法是评卷那天大天尊在凌霄宝殿踱步，正好走了9步，9是极致级数，所以长按特意设了第9等当头彩，彰显大天尊洪恩。就这么凑巧，撞大运了，10万年功德，真仙道果，触手可及。大人，天降功德接着就是了，至于怎么来的，咱们还是少问。这下满意了，清泉有了10万年功德，真仙道果稳了。靠星君关照，我替陈大人谢过星君栽培。栽培？一个末流9等，硬塞10万年功德，满殿仙官嘴上不说，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昏庸。你说说，这是合理吗？仙君觉得合理，通明殿上下就挑不出毛病。上意就是天意，有什么不合理的？杨戬前来会见。啊！二哥怎么找到通明殿来了？星君保重，我先溜了。这么急叫我来，什么事？通天河闹得很厉害，乱成一锅粥了。平了就是。要是普通水患妖灾，哪用劳烦通明殿？这次牵扯广，除了狮驼岭3妖，当年反天的5大妖圣也掺和进去了。大天尊降旨让我主抓军事，评判这事儿非真君出马不可。既然是大天尊法旨，通天河评判一案，本君接了。后续调兵遣将，还望仙君多多协助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修成了真仙，大道可期。咱们纠察司以后，在通明殿更有话语权了。大人步步高升，可喜可贺。老马，杨大人，别折煞我，咱们一个衙门当差，我能有今天，全靠大家帮忙。什么恭喜不恭喜的，大家同喜。哪有什么运气，是有个好靠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臣为扶摇直上，我也能跟着捞个好前程。陈大人，下官以为您修成了真仙道果，最该谢的就是杨大人。难道我暗中操作被发现了？老马说的对，自从杨大人来咱们衙门，喜事就没断过，什么差事都顺顺利利。说真的，杨大人简直就是我的命中福星。哪里的话，都是陈大人天资好，福缘厚。哪有男仙浑身脂粉，被夸2句还扭扭捏捏的？杨大人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按理说你是男仙，怎么行事风格连身上的味道都……不许好奇！哎呀，有讯息传唤，玉符亮了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？地砖都踩裂了，
他会不会觉得我只会动手？不行不行，以后得温柔点，凶巴巴的像什么样子？回天披风。二哥，你不讲理，居然偷袭，对付自家人连招呼都不打。三妹，别大呼小叫的，看看你这副样子，哪有半点女仙的矜持？下官见过真君。别胡闹，玩几天就行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回华山圣母庙闭关。嫌华山闷，去灌江口也行。天庭水太深，不是你瞎晃的地方。二哥，你又来这套！二哥马上要出征通天河平叛，我不在的日子，你别到处惹事。我以司法天神的名义罚你禁足3天，就在这房里待着，不许踏出神殿半步。出征通天河，要是陈薇能跟着二哥去军中混个监军，捞点军功，以后升得更快。二哥，军中缺不缺随军参将？我给你举荐个仙界奇才。他办事圆滑，心思细，连太白星君都夸他。带在身边，说不定通天河能派上大用场。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安安分分在房里待3天，不惹事。一言为定。传令下去，通天河内道封锁，谁也不许过。好啊，他们封水道，咱们也封水道。各位都是天庭英才，现在局势明摆着，都说说有什么想法。真君，下官有个想法。现在河道被2股妖势把控，3妖在内，5妖在外。真君请看，通天河道平坦宽阔，毫无遮挡，这种地势正适合咱们天兵天将从天而降，发起正面冲击。正面冲击，这可都是凶悍的妖王，天兵去给妖王填肚子。下官有一计，把天兵集结在江面上方，摆1字长蛇阵。首尾相连，互相照应，敌人攻头就用围卷，攻尾就用头咬，凭着奇阵再加仙法辅助，肯定能一举击溃妖邪。他怎么想的？对付这种吞天吐地的大妖，摆凡俗兵书里的1字长蛇阵，一阵黑风就能把阵吹得稀碎。哼，1字长蛇阵，李大人好想法。既然这么好，你领5万天兵去摆阵迎战妖族如何？真君说笑了。下官虽有一腔热血，但修为浅，不懂战阵，担不起统兵冲锋的重任。我还是在后方出谋划策吧。没统兵的本事就退下。陈清泉何在？躲这么隐蔽都能被点到。通天河这局势，你有什么破局的办法？出风头是大忌，前车之鉴刚回溜溜退下。装傻充愣，顺水推舟，才活得长久。回真君，下官觉得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按真君您的部署来，按兵不动。大军悬在云霄，本身就有威慑力，时间一长，不用我们动手，妖族自己就会乱起来，互相内斗。真君高瞻远瞩，下官佩服啊！这小子是个人精，知道不出风头，明哲保身。也就李毅那个傻货爱出风头了。行了，散会吧。杨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先出去打探下军情。大人怎么不说话？看到我不高兴？没有，就是在想事情。想什么？
不知为什么，每次看到杨大人，我就忍不住想起三界最温婉的华山三圣母。也不知道圣母娘娘近来可好？圣母娘娘挺好的，在华山清修，香火旺得很，自然一切都好。大人好端端问娘娘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杨大人是知道的，本官最敬仰三圣母，情不自禁嘛。我就说三圣母冰清玉洁，怎么会找个娘们唧唧的相好？这么说来，杨念三根本就不是男仙，是女仙假扮的。姓杨，还对华山底细如此清楚，身上有高阶女仙特有的做派。谜底揭晓了，真相只有一个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杨念三必定是三圣母做下的贴身侍女，女扮男装来天庭历练捞功德的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眼前这位便是华山三圣母本尊？不，想多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三圣母是大天尊外甥女，杨戬的亲妹妹，身份那么尊贵，怎么可能跑到纠察司这种小衙门，屈居一个真仙手下当副手？更不可能被夸两句就脸红心慌。既然是圣母身边的人，管他扮成什么样，能给衙门拉来功德，逢凶化吉，供着敬着就对了。娘娘安好就好。杨大人一路辛苦，快坐。前线风大妖气重，你安稳待在非洲里，咱们纠察司主打一个稳妥。刚才在中军议事，在真君的威严下，满场神将都不敢说话，只有我站出来，献上按兵不动的计策。真君听完当场就笑了，对我可是轻言有加，赞不绝口啊。二哥向来铁面无私，眼高于顶，今天居然会夸陈威，那感情好啊！大人英明，肯定是您才华出众，才让真君刮目相看。禀真君，末将查明，这陈威当初能被太白仙君看中，一路顺风顺水修成真仙，背后都有三圣母的影子，而且他就是三圣母亲口引荐给太白星君的。荒唐！区一个微末小仙，也配让三妹亲自引荐？这事我不同意。二哥既然认可陈威，改日我找机会邀他去灌江口做客，备上仙庙，在真君庙前下棋品茶。打扰二位大人议事了。我昨天巡查碰到个通明殿的同僚，聊得挺熟透。那人行事稳重有城府，咱们衙门正缺人，他有意过来投奔，现在就在门外候着。大人您看。哦，既然是老马引荐的人才，请进来吧。庞龙，字文和，见过二位大人。庞大人一定要加入咱们司。我们衙门虽然新，底子薄，但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。早就听说你大才，今天你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大人，您听说过下官？不重要，你的脸上都是故事。谢大人知遇之恩，下官万死不辞。文和，现在大军压境，通天河局势复杂，你说说咱们衙门该怎么应对？看看他能不能提出一个明哲保身、浑水摸鱼的主意。大人高明，下官早有谋划。庞大人，这图从哪儿来的？回阳大人，都是我这几天走遍水道，推演测算出来的，绘成了这张全景云图。好家伙，我只是想浑水摸鱼，他整出个云图。二位大人请看，现在局势看着明朗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要是真君下令强攻，妖族肯定拼死抵抗，所以我有一计，打不如谈。谈？没错，两股妖族本来就不对付，咱们暗中挑拨离间，去三妖那边散布消息，说五妖圣已经偷偷递了降书，要引天兵合围，换通天河水泊的位置，再去五妖圣那边放话，说三妖要跟天庭里应外合，把10万妖兵一网打尽。挑起猜忌之后，天庭大军往前压，摆出强攻的架势，但围而不打，只威慑，这叫以打促谈，以谈促打。
逼得妖族在恐慌里互相残杀，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平定通天河。文和兄，咱们管的是民俗风纪，管这事是不是越权了？在其位谋其政，大人收留我，我自当献上平乱之策，报答知遇之恩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我只求稳，只要他先平定乾坤的计策。妙啊！这计策太妙了！离间计成了，既能瓦解妖族，又能减少天兵伤亡，立大功。二哥打胜仗，陈威的功劳自然少不了。大人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咱们赶紧向真君献计啊！平定妖祸，打出功绩，这么好的计谋不能浪费了。就这组合，真能平定通天河妖患吗？大人是不是不好意思去跟真君献计？别担心，我跟真君有点交情，这么好的立功机会不能错过。我去说，保证让真君把差事交给咱们。别，杨大人，咱们下官办事，大人放心，去就回。三妹，出征前我亲自罚你禁足，你该在司法神殿反省。居然敢私自跑到通天河前线，公然违反天条。二哥别生气，咱们兄妹俩扯什么天条，多伤感情。不就是违反个禁足令吗？多大点事儿？别狡辩，赶紧回去。出征前你怎么跟我保证的？说话不算数，像话吗？二哥这话说错了，当初答应不出门的是华山三圣女杨禅，现在站你面前的是纠察司杨念三。杨禅答应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一个杨念三！二哥别动手，我是来给你分忧献妙计的。你说说，二哥觉得怎么样？用这计策，不出半个月，保管通天河妖怪自相残杀，到时候天庭大军一压，很快就能平乱班师。计策还行，但我根本不想快点打完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华山。我不回。胡闹！快把灯收了。我答应让你留下还不行吗？早答应不就得了？哥，既然你不想速战速决，那我们总不能在后方闲着吧？我想跟你借点兵。这事儿不行，换个话题。二哥误会了，我借兵是替陈威借的。又是他！那小仙到底有多大本事？他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能让你堂堂三圣母放下身段去帮他？引荐进通明殿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替他要兵权！你堂堂三圣母，居然为个小仙来要兵权，怎么就不行？二哥，你刚才都答应，堂堂司法天神，怎么能说话不算数？借兵门都没有。算了，你把陈清泉叫过来，跟我当面聊聊。要是聊得合拍，借兵的事就答应你。快进来呀，真君很好说话的。好，清泉来了，坐吧。杨大人，你先去门外等着，我跟陈大人有要事商量。真君擦刀干嘛？兵器拿出来肯定要见血，这屋里就我俩，总不能是擦干净切西瓜吧？下官拜见真君。清泉，听杨大人说，针对现在通天河的乱局，你有破局的好办法。真君太抬举我了，我哪懂排兵布阵？杨大人说的，不过是我跟同僚闲着瞎琢磨的小主意，拿不上台面。别小看自己，我看你是能成大事的人才，有这么好的计策，之前开军事会怎么不说？我怎么感觉他想砍我两刀？我好像没得罪他吧？真君，下官只是个打杂的，不会出谋划策啊。